人都没有。现在有人了吗？来了。Hello，天哪，很快，他们好准时。Long time no see 呀。怎么刚开始就有一种想要感谢的环节？感谢就是那么准时。谢谢，很超准时。谢谢。对，我回来了。你干嘛去了？工作。去工作了。他们线下真实我。啊？什么？没事，我回来了就行，安然。回来就好。快好了，马上就好了。现在只有一丢丢的那个气泡音，有吗？好很多了。现在有，主要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好很多，是吧？对，我觉得也非常棒。那天没什么。但是我嗓子疼嘞，这2天，今天好一点了。我昨天看一下啊，你看不到我的嗓，因为我没有办法一下向你露出那么多颗牙，像你一样。我不是看牙。下班好累。对，我之前有听到说要看卷毛。对，今天很特别，说什么都答应。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跟今天的录的那个初雪发型是不一样的？对。他们不是没问吗？我说有没有发现？我本来说好是你们问了，我们再回答一下。卷发怎么改了？因为我们还拍了点东西，所以就改了一下造型。对，还拍了别的。这个字，卷毛没了，对，他的卷毛没有了。我的卷毛就是这样，噔，挪到了这里来。后期做一个那个特效就是。哎，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开心死了！就是会变成光头哎。就发型可以瞬间转换，都不用就是改，会很长时间。又生日，到底是谁天天过生日？从前天有人过生日，昨天有人过生日，但是有没有想过，今天有人过生日？这2万人就是他们每人都会有一个生日，可是一年只有365天。怎么说？大家生日快乐哦！明天生日快乐哦！你这样会变成一个固定的节目，就每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都会有人过生日。然后都会先把我们就变成每次都要祝他生日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就新年快乐。我太放心你了，我没有过脑子，直接跟你一起。确实有人问到粉丝名单。我们讨论了一下，我们觉得就是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嘛，大家投票，然后我们一会儿会叫那个小助理，去发起一下，我们会在5个里面，就前5个里面，我们来选择一下喜欢的，好不好？支持的打个支持。就是那个大家选出来，然后前5名就是小助理会去帮我们整理一下，然后我们再选出我们喜欢的。综合一下大家的想法，大家都很支持。对，太棒了呀！感恩的心。一呼百应啊，不对，这词用不对，这是一呼万应啊。线下乖巧，他们说我线下乖巧。线下乖巧，你做了什么？因为他们怎么说？因为他们现在会真实我。就线下乖巧，线上也很乖巧。对啊，我一直都很乖巧啊，难道不是吗？他说你线下，难道不是吗？他说你线下暗爽，难道不是吗？是。说有暗爽吗？洒水啦，是吗？没有啊。你在复刻当时的表情吗？现在是。没有啊，其实还好了。
哎，我有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担心吗？就是第8集的时候，樊潇被就是暴雷，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然后第2天你害怕吗？第2天我害怕吗？就是第2天你就去了工作，剧集里吗？不是啊，生活里啊，就是不会有人骂你吗？骂樊总，有的，但是大家还是很善良的。我说实话，就是大家其实都挺好的。你说接就是这个角色啊，你有没有什么心路历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接这部戏之前，我还是在继续做我的模特工作，因为我从大1开始一直都在做这个，4年，然后后面有当老师，然后我现在感觉就是你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我感觉来到了艺术人生节目组。新栏目啊，新栏目。那当时我正在上课，我就看到手机里面有一条消息，就是要不要来演一下这个戏。我说啊，这是什么戏？我虽然说有过这种想法，但是你给我看的第一眼，其实我是没多想，因为这种我不知道这种渠道来的，我不会觉得有这些事情有这么巧合就到我身上嘛，所以我就没有想那么多，我就秒拒。我说算了，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嘛，跨行我觉得挺要好好的去想好，然后去下这个决定。所以我第一的反应就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那我就不要先想这些了，所以我就秒拒了。然后第二次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团队，然后他们找到了我，然后给我看了一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哎，算了，这个事情好麻烦呀，算了。然后是不是你以前没有试过戏？对啊，从来没有试过。然后第3次是我的同学找到我，就说，哎，我这边有一个认识的，很好的导演，说，想来问一下你，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刚才我看到一个卡皮巴拉趴在头上，不能打断你，继续。没事。然后我心想，那这个时候我已经闲下来了，并且是我的同学找到了我，我就觉得靠谱吧，然后我就想试一下，我也想新的尝试、新的挑战也好，然后我就去了，面完试，大概了解了一下，然后我拿到了这个名称，然后我就找我的朋友们帮我找到这本小说，看完我就觉得这个人真是太有魅力了。真的吗？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那我就要采访一下这个他的魅力在哪里了。我看到的时候可是气得要死呢。你带入，我恨不得冲进这个书里面去打他。你带入的和我带入的不一样，因为我最开始看到这个角色，一点一点的看，就被他开头第一幕我就震惊到了，想这个人真的很优雅，但是又很危险，我就想要和我的现实生活就是非常之不符嘛，就是你知道我真实是什么样，是什么东西？因为刚才有一个花然后就想去，或者是让自己尝试一下别的人生，然后就去把这一整本看完。你刚说的这个点是作为演员最大的魅力，就是可以体验感受不同的人生，别人的人生。对，然后只要你足够的投入，他给你的回馈就足够的丰盈，就是你会感受到他真很多内容是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体会不到的。对，你说到点子上了，因为在拍的过程中，我非常担心自己进入不到那个角色状态，和比较重场戏的部分会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嘛。好在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做了很多的前期工作，我们有1个月的培训、上课，然后我们彼此都有写个人的小传，就是他从小到大的心路历程，然后并且去钻研他角色每一场戏他都在想什么，并且比如说这场戏和下一场戏他的情感链接，然后演着我就进去了，就是我就
就进去了。去哪啦？我先走。回来吧。就是这样，让我觉得它的魅力是一般人就是绝对体验不到的，就是很珍贵的一个体验嘛。然后大概从试戏开始，我提前了一晚上去听广播剧，就是背那个台词啊，就是试戏把全通篇，我觉得有可能会考到的，像考试一样，就像我艺考的时候一样，就通篇，然后听，然后睡觉听，就是听着睡觉，然后第二天就是把台词背下来。其实试戏应该没有要求要，又一个帽子，就是在试戏的时候应该没有说一定要把这个背下来吧？但这个试戏的时候是一定要背下来。对，就是它脱稿是一个基础吧。但是你 OK 的。因为那个台词特别长，我就背了很久，就提前几天去背这些台词，然后第二天就是对于他第一次试戏，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做才是一个演员应该有的，当然我不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模特，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只好做好万全的准备。虽然说，这中间有卡顿也好，或者是生涩也好，但是好在我们的导演啊，他们觉得，起码是符合角色的，然后并且觉得可以调教，就是很奇怪。这个词是很满意。反正会上课，就是意思是，反正会上高速了，为什么？对啊，赛车。别整啊！对，你说的对，然后非常对，可以培养。就刚刚说到，就是导演啊，或者是啥的，我随便先插几句，就是刚开始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看到这个剧本，包括我们跟制片人、跟导演他们去接触的时候，这个环节当中的每一个人，因为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最后的成品嘛，但是这个前期很多工作环节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很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他会告诉我们对待这个事情要有敬畏心，因为首先它是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小说作品，又是一个大家很喜欢的广播剧，然后就是你在一个团队里面能感受到所有人的这个用心，整个的氛围是非常好的。你这是个爱心吗？现在变小，拿头发吗？你这是配做了个爱心吗？不是，我每一次就把这个头发弄成那个，只要不是卷发弄成直的时候，就会慢慢。因为你这里有一个尖尖是吗？对，有一个。你现在能弄个爱心我看看。这里啊。这样就变成一个爱心。然后你刚刚说到你就是那会儿怎么接触到的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那会儿啊正在剧组拍戏，拍一个古装戏，应该是在横店吧，还是在苏州，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因为当时那戏有转场。当时我看到这个关于这个尤主任的他的人物小传还有基本的一个故事梗概的时候，我就跟那边剧组申请，就是能不能给我1天的假。然后我是专门飞回北京，北京啊，对，我以为在横店那天，没有，你不是特意来的，就是飞回北京去见了制片人，然后还有很多团队的工作人员，后来就是，但是我本来对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不了解的，然后在那个回来的飞机上，甚至从机场我是直接去的那个。就是建组的地方，然后在路上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因为他是会了解一些，然后他给我大致讲了一下这个人物的性格啊、状态啊等等，然后我就勇往直前，咱们就冲了。勇往直前是吗？对，直接冲来了。对，你冲的那一天是我们在横店第一次见面那次吗？不是啊，就是我是对，我是前面有先飞回来北京来见
对，二冲，我们那次见面没冲试戏了就，对，就在前面阶段就都已经完成了。在试戏的时候我紧张死了，我就是觉得把台词全部背下来应该就是能尽到我最大的这个努力了。但是很好，做得很好。老长了。想看看项链，项链长这个样子。四大要出去了，你去看一眼。哦，好。对，第一次见面我们是在横店见面的。卡了？应该没有卡，骗我。看那个。我回来了，哎，我一回来，这个花花就套在我的头上了。让 Star 过来玩 ，Star 现在在。Star 咪咪了，他在睡觉，呼呼了。对。好，评论，我现在看啊。大家看这里像不像他？哪里？这里吗？对。呼呼了，把 Star 整过来。哎，就是刚刚我们聊了，就是怎么样去接触到这个角色，然后剧本啊什么的。其实播到第8集，大家应该还蛮心疼尤主任的吧，在这个阶段。太坏了！我现在想起来我都生气，就是那种气愤跟难过，它是并行的。我可以理解，但是说实话，在无人的角落，樊潇其实也很心痛，也在慢慢的碎掉，是吗？就是碎得很厉害吧？就你能懂那个内心的挣扎吗？就我们有阶段的，比如说刚开始我们相识，对，相识。我们在刚开始相识的时候是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然后抱着一个尝试和玩玩的态度去的，但是到了后面变成了爱而不自知，并且因为他自己的傲气，就是樊笑的傲气，他不能允许自己陷入到某一段感情里，因为他赌不起，因为他内心已经足够脆弱了。就是有的人他很脆弱，他太脆弱了，所以他会给自己武装起来一个无敌，就是给人一个无敌的感觉，但他其实不是无敌的，他很脆弱，只是没有人敢去挑战他。你但凡去给他一下，不需要别人挑战他呀，他自己挑战自己了，自己把自己搞死了，很自杀式袭击。啊，那是因为施丽华。真的吗？你的好朋友，其实天衣无缝，很忘恩负义哎。施丽华帮了你那么多，我都觉得他是天选好哥们儿，对吧？你看，我觉得大家还是很共情的，就是自己作死。但是呢，他后面还是会怎么样？人都会成长的。因为在他当时，其实是有能感觉到自己已经陷进去了。他需要给自己一个脱困的理由。我的理由，懂吗？我需要一个理由，所以我这么做了。他这么做了，只是一不小心这样，对，失控了。我其实昨天还有看到，就是大家在看这段戏的时候，就说尤舒朗为什么会这么难过，就是这么伤心？他本身是一个善良、很包容、很温柔、很温暖，但是他内心其实是一个很坚毅的人。就是他为什么还会如此之难过？我这个其实倒是蛮想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理解的，因为我觉得尤舒朗的所有对外呈现，是因为他小时候的天崩开局让他极度的缺乏安全感。是有人心疼我的，当然会有，尤舒朗都会心疼你，大家当然也会。然后呢，他的天崩开局让他很没有这种安全感。他不能向外求，他只能向内求，就是自己去
给自己打造一个非常坚硬的壳，让他能抵过就是这些千难万险，就生活里的这些风风雨雨，不然他早就撑不下去了。但是他在遇到返校之后，就返校那种侵略性，其实会让他把自己这层壳给破掉。但是在这层壳破掉之后，是他最脆弱、最脆弱的，就是因为他给自己营造了坚固的壳，才能撑下来。但是你把这层壳打开之后，他需要养育，可是你现在给他了一个惊天重击，那你觉得，所以他才会如此之难过。那你觉得樊潇他是为什么能够破开这层壳？因为就是樊潇的这个爱是很有侵略性的，他是其实是坚定的，我自己的看法。还有啊，我记得第一次聊起这个的时候，说游舒朗对樊潇应该是有生理性喜欢的。其实这个也有我自己的对这个角色理解的一点心路历程。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刚开始，因为我们拍戏整个都是乱序的嘛，等到游舒朗最后就是去找到樊潇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生理性喜欢，我当时无法说服自己，就是为什么我会原谅。所以我刚一开始就会这么去理解，但是后来随着整个在拍摄过程当中自己理解的逐渐加深，我觉得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其实换句话说，我认为啊，两个人他们的吸引就是注定的，在他们相识的那一刻其实是注定的。因为我更觉得他们两个是两个比较极端，对吧？一个比较危险，一个会给人温暖和安全的感觉，他们就是两个分开的极端，所以会彼此吸引。对，所以因为我足够危险，我会觉得一个很温暖的人，我会觉得刚刚就是我看到弹幕上大家都在说这个色令智昏啊，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就是给他找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理由。但是我本身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更为他难过。我难过的点在于，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游舒朗没有去怪罪樊潇，就他在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他在自省。他说色令智昏，自欺欺人，就是他永远不会把这个东西怪罪在别人的身上，他只能说是自己的问题。我有的时候就会很心疼他，是没事，消耗施丽华的问题，是施丽华的问题啊。OK 啦，对，跟我们两个没关系啊。那个施丽华的问题。喂，施丽华，那个你自己去拿一个烟灰缸敲自己的脑袋。但是我们不能剧透太多的内容，让大家去看，这不太需要感受后面的这个过程。没有甩锅，因为樊潇他离开了，他为什么会这么痛苦？他不是因为自己漏了施丽华这一趴，或者是他漏了手机忘了上锁，或者是密码被游舒朗给知道忘改了，不是因为这个啊，他痛恨的是他失去了游舒朗。你知道我看到弹幕说什么吗？现在了，嘴还这么硬。当然了，我觉得你的那个理解是对的。谁说我嘴硬了？想看，大家都很想看你被暴打。珍惜吧。珍惜吧。珍惜，大家就是到他被暴打的那个时候，一定要珍惜，就是一定要多看，然后循环播放，反复播放。互相点评对方今天的说怎么了？他说为什么不关门？还在说这个事情。什么不关门？哪里不关门？你想想为什么不关门？不关门，就是咱仨坐那儿，门没关。哦，为什么不关门？然后还有一个哥们儿，他给自己 P 上去，说等一下，来，我帮你把门关上。好了，继续吧。然后真的关上了是吗？对啊。
他给自己 P 上去。因为那个对面的大爷很关心我的精神状态，所以邻里关系相处的很好，就是不怎么关门。邻里关系好，所以不关门。那有点太不见外了，有点太不见外了。大家都还记得那个大爷。珍珍什么时候走的？马上就要带珍珍去给她解决问题了，所以珍珍在哪？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还有啊，我觉得刘书朗还让我很钦佩的一点，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呢？就是自由诚可贵，就是爱情价更高。但是如果自尊被伤害，一切皆可抛，就是全部都丢出去。狗爪漏了，对，狗爪。在头的下面。他现在在这睡觉。下面睡吧。醒了。像吗？怎么这样露头啊？咋？那这样露个头很搞笑哎。那你这样，你抱他上来给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再放他去睡觉好了。我们大家没有起床气了，大家放心哦。保护一下隐私啊。嗨。保护一下隐私。Star， 看着。好了，放他去睡觉吧。你走吗？他在吧唧嘴。你走吗？睡觉去吧。你走吗？你走吧。你走啊。你走吧。你在这里待着，我还要保护你的隐私。我看到。对，上次我们说到了那个，就是你还记得不？就是本来说有起床铃声，后来我们觉得起床铃声太邪恶了，对，就晚安铃声。我刚看到有人在问，那不然现在吧，现在给大家，在直播里面录一个晚安铃声，可以，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现在录的话，我没有想明白我要说什么，没有想明白你要说什么，不然我们一会儿让那个小助理来帮我们录一下，然后再发给你们，可以的，可以吗？然后我们想想怎么样可以让大家满意吧。大家想听什么呀？对，我们现在可以征集一下想听什么。啊，宝贝嘛，不太好吧？这是什么？把那个摩托车从你的嗓子里拿走？刚刚我刚刚看到还有人，就是有可能是后来进来的观众，因为那会儿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应该是只有不到2万人，然后现在有3.6万人了。就是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这个粉丝名还有CP 粉丝名，就是各种这个我们都可以让我们的小助理后面去整理一下，然后大家的投票，然后在前5名里面，我们再选择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我还看到好几个点评一下今天对方的穿搭，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穿搭在照镜子。我们穿搭没什么区别啊。你里面是多了一件帽衫。还挺舒适，但是我今天穿了2件毛衣。很热吧？因为我现在都有点热。有点热。因为我还那个皮肤比较敏感，我一热容易泛红。刚看到有人说为什么这里红红的，就一热就很容易泛红。对，投票，我们一起投票吧，我们一起来抉择一下。还好，可能是这个，因为我们这就是只有一个小小的灯，然后我这一低头的时候，这里就会颜色很红。大妹，怎么了？刚刚我看到一个那个说什么？就前天的时候，然后我说，因为他们不喜欢听老铁，又不想听兄弟，然后我说你说了什么？然后他们说谁是你姐妹啊？我们是你。你相信我，你刚刚的这5秒一定会被剪下来。为什么？就很有趣。我刚才还看到一个说那个有没有吃过什么山东什么，我然后看到一半就上去了。说到吃，我的这个
双眼立马就会放光。没事，我们这个弹幕可以打得短一点，我们可以看得清一点，简短一点。哦，说你夹子音，你夹子音，给大家。算了吧，我们今天放过他，那个嗓子可能还没有好利索。这个夹子多多少少有点生锈了。来点气泡呀！禁止了啊！第3次了啊，把摩托车开出去。看手链，在这里，看到吗？取一些美好的寓意。他说我卡痰了。服了。你还带耳钉了是吗？我今天带了一个。你说我不是卡痰，我这是皮划艇，就摩托艇。我这是自行。什么？再说一遍。自行啊。今天晚上吃了什么？今天晚上还没吃饭呢，因为中午吃的比较晚。摩托车出去。我学懂了。哦，我看到刚刚有说我有看到那个视频嘛，就是那个我在门后，然后他过来安慰我。哦，我看到了。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真的，我当时。怎么演来的？我觉得他这个即兴表演能力非常棒。真的，我一下。我真的。我给你找个更帅的。我真的有被震惊到，当时已经在滑手机了，对啊，已经在介绍，那他简直就是翻版10总啊，对不对？不是，当时我有笑，简直了，3-5分钟都停不下。我看了2遍，真是啊，真的。很有意思。那你岂不是看了2遍就我如此难过在门后？没有，你一直趴在那儿，我不知道是他在发挥嘛。本来这一幕是挺难过的，他这么一演。灯。哦，对，他说，闺蜜，我心疼你。闺蜜，对啊，就是别哭了，闺蜜，我心疼你。哎，你今天真的，你今天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很让我身临其境哎。是吗？你应该这样，那你应该这样，演技有上涨。我们来演一个。别哭了，闺蜜，我心疼你。加油！我帮他找一个新的。我受不了了，你们能不能谁把他带走？可以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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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的？啊！不要了，这样让他滚。可以把你带走吗？可以把你带走。带走，真的想带走。我看弹幕里面很多人说要把你带走，那可能吗？这个允许吗？不允许，绝对不允许。第二人格滚出去。你是不是困了？你是不是困了？你这样就是很讨厌，就是人家本来在那儿睡得好好的，然后把他抱起来晃晃晃，是不是困啦？是不是困啦？你睡着了吗？谁要把我带走？这样吧，就是把我带走的人够多的话，就是我把他拴在这儿，然后我跟你们走。揣口袋里，揣口袋里，口袋里应该很暖和。揣口袋里。得多大一个口袋啊？我们给他揣口袋里。可以互相戳脸吗？哎，这个是一个好像从来没有过哎。怎么说？这么说？就是有过小狗耳朵、小猫耳朵，然后还有蝴蝶结，已经戳上了。对啊，很快。
我是不是应该像河豚一样？哎，我没办法控制，只让这边鼓起来啊！试一下。我放弃了。你会歪嘴吗？歪嘴会啊。你会 Nike 笑吗 ？Nike 笑，这样吗？你是盗版吧？土味情话，今天不许他说，说了之后，我就跟你们走了。今天聊到几点？今天，那就跟大家多聊一会儿喽。感兴趣吧？那看来你今天心情不错嘛。感兴趣吧？还不错啊，大家如扎的热情。哎呀，咬我一口，伸他嘴里了。刚才伸他嘴里了。什么伸他嘴里了？手伸他嘴里了呀！吓我一跳。那本事。再播一会儿，我们就给你们录那个语音。对，我们要去录那个晚安语音一会儿。上次的粤语还记得吗？记得吗？问你呢。就是老师教的不好。当然哦。老师教的不好，我觉得没学会，有一点点的委屈。老师教的不太好。我教他都会了。那我跟你说一遍。会了吧？待一会儿给你一口。你看他都学会了，你跟他讲一遍。学会了吧？他说你是个傻子，让我不要理。那你也走吧，你也走吧。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45分。聊到45分。还有任务呢，还有给你们的作业没有交呢。哎呦。受不了了，我像那奶孩子。Can you？ Can you？ 我那天不是这样给他抱起来吗？因为他又不爱挣扎，抱起来之后，我一看是个屁股。是屁股在这边。你没事吧？没事吧？有人说让我们比比看谁的手大。有比。我总感觉我的手看起来就是比你的大，但是一比的话，就是不知道就比你的小那么一截。你手掌比较大。他手指稍微长。说一句泰语。是我这样子。也可以了。来，你是不是需要准备一下？然后就是把这个气势给拿足了。是在做什么？这是在……不太好意思。那要么还是来个你擅长一点的吧。他们说来句山东话，你这个最擅长了。ไม่มีผู้ชายคนไหนเรียกว่าพวกคุณแล้ว。可以哎，快再说一句山东话。山东。有那味儿了。又爽到了。我现在是可以精准的分析你所有的小动作和微表情。微表情。那这样是什么？哪样？
表达太多了，我从至少他的这一连串的动作里面，大概就是有7、8个想法。小狗耳朵，小狗耳朵，现成的在这里啊？难道我理解错了？他们要看的是这个小狗耳朵？那我们这样吧，我们这是4个耳朵，4个耳朵吗？哦，它还好，哦不行，要这样。对对对，你得保护好小狗隐私。保护好隐私。它静电确实会，就有的时候这里会炸毛。它不太会静电吧？我觉得我们容易静电。我们容易静电，因为它是真毛啊。哦，然后就是他说你为什么要拿你的聚酯纤维套在我的枕头上面？他说 Star 像老奶奶，我不同意。但我们现在倒是没有静电啊。我以为是真毛。他说你像老奶奶，怎么办？你想起那个了吗？哪个？距离那个。哪个？米尔贝吗？哦，就是我跟那个，其实我当时跟那个奶奶聊了好久呢。但是到最后剧里面就只有我说完最后一句，一个起身看到了你。一个起身。对，一个起身看到了你。哦，好漂亮的这个独角兽，它很漂亮的淹没了所有的弹幕。比个心可以吗？可以呀，可以呀。挡住你的脸了，往下一点。Star 几岁了 ？Star 现在是一个一岁多了，他有1岁多了，1岁零2个月。哦，又过生日了。又过生日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露额头发型，他说下次。他说我下次干嘛？他让我露额头发型。现在就露。现在就露。骗你的，露一点点，给你个面子吧。不太好露哎，今天。为什么？现场嘛，现场改头发。卷毛返场，下次可以有一次。给你露一点。知足了吗？他刚才说尤主任可以说可以说山东话吗？尤主任当然可以说山东话。山东话。我们山东话老有魅力了，就是有一种真诚的淳朴，听起来就会让人觉得很可靠。听起来就一股大酱味。什么？就很香啊，就是。你敢再说一遍？很美味啊，美味的大酱。我吃过那个大酱是东北的。哦。差不多了，东山嘛。哦，又来了一只美丽的独角兽，淹没了所有的弹幕。等我们一下。比人还高的大葱。还有蒲公英，还有吃。有蒲公英，但我没有吃过蒲公英。没有吃过蒲公英。我从小就吃蒲公英。豆角子，对。说到了我一下巨共鸣的一个东西，豆角，长的那种豆角。对，在山东是这么叫，豆角子。豆角子。对，就是山东的豆角子会长一点，是吗？就是那种细的长的豆角，然后因为它从大概春天刚要入夏的时候就会成熟，然后一直到秋天都一直有，就产量很高，就导致那个夏天就有
很多顿饭就默认餐桌上一定会有一盘豆角。豆角子。对。然后呢，那个豆角如果你不炒熟的话，又会食物中毒，就是不能生着吃。它跟在泰国吃的那个可以凉拌的不一样。我小的时候这可以 Q 的吗？可以吧？就是这个食品安全啊。对，大家注意豆角子。你不记得那个？你没看过那个综艺里面那个邪恶栀子花 Q 那个就是那个豆角没关系，这个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大家以后吃这种豆角的时候也是要吃熟的，因为在山东有一种吃法是凉拌。凉拌豆角。凉拌，但是它肯定是要拿热水先焯熟了。我下次给你吃。我谢谢你。然后我谢谢你，我要成邪恶栀子花了。再拿那个麻酱去那个什么去拌一下。45嘞，不然我们再我该叫那个小助理过来了，我们给大家录一下那个，陪大家5分钟。行，好，大家聊5分钟的天。生的会中毒，对，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泰国菜里面的，就是在泰国吃的那个豆角，它都是生着吃的，但是他们那个是可以生吃的。为什么泰国的豆角？就泰式凉拌，它可能不是一个品种，就长得像。说不定也焯熟了呢。没有，就是生的拌进去。我好像生吃过。对啊，它就会剪几下，直接就拌进去。我小时候生吃过。命比较硬。真的，我真生吃过，我记得它是微甜。然后还蛮爽口的。粤语，想听什么粤语？给点想法。看不到。这个美丽的独角兽每次出现的时候，弹幕都会。它很美丽，但什么都看不到。我看一个人说生的熟的都可以，但半生不熟不可以。为什么半生不熟不可以？可能就是这个东西的特性吧，因为它那个豆角里面就有生物碱，就是可能会中毒。就是什么都看不到。对粤语说生日快乐怎么说？我可以跟你学一下这个，下次我们跟他们讲的时候就可以。因为我觉得我用山东话祝他们生日快乐，你先说一个，他们快乐怎么说？有可能不会那么的开心，当然会开心了，对吧？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大家生日快乐。哇！我刚刚看到说用山东话录晚安，不要搞我。晚安是吗？不可以。粤语是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粤语这宝贝怎么叫？我为什么不用山东话给你们录那个晚安呢？是因为怕你们做梦的时候说梦话都用山东话来讲，因为山东话好听又魔性。对，粤语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比如说宝贝叫 BB 仔，或者是 BB 猪。BB 猪，宝贝猪，对，还有锁居居，小猪猪，笨猪猪也是爱称来的。然后还有比如说，草莓，你知道怎么说吗？草莓，对，就比如说宝贝为什么叫 BB， 就是因为叫 baby。它是从那个舶来语，就是英语的音译过来的，对，有点这个感觉，对吧？有一部分是这样的。明白。西多贝梨啊，这种，对。对，我上次还看到一个，就我看到一个什么西多霹雳，对，西多霹雳，你跑到老板，士多啤梨，老板给我来一个西多啤梨，士多啤梨。说德语，他说可以什么？兔耳朵，德语啊，真的基本上都忘光了。对，真的基本上忘光了，因为后来考试的时候需要重新去把英语捡起来，然后呢，它的逻辑跟德语在我看来有一点点的冲突跟打架，所以并且啊，很多东西就是你要坚持学习，不坚持学习就真的会还回去了。对，要多说。对，要多说多用，然后在这个语言环境里面，要不然就真的还给老师了。这是兔耳朵吗？哎，不对，什么这样的啊？这不是这样这样。
你怎么出去了？因为挤不下。不行，到这里了。不行，到这里了。兔耳朵。那行。不敢睁开眼。对视看谁先笑，那我们5分钟都不笑，一会儿录不了那个了。对，还得录那个了。我看到他们还会好奇蛮多问题的，其实我们能看到，但是因为弹幕很快，然后很多问题我觉得可以下次跟大家一起分享。对，我们赶紧去把那个给他们录了吧。可以啊。是，跟大家说拜拜啦。拜拜。跟大家说拜拜 ，Star。说拜拜，保护他的隐私，拜拜。Star 看这里 ，Star， 拜拜。拜拜。拜拜 ，Star 看这里，看镜头，拜拜。拜拜喽。拜拜。下次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拜拜。拜拜。